最惨的劫匪什么样？出去上个班，转眼被超女超人拦住，而他居然还想给大超一个塞炮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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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瓜皮儿，超女第2季前情提要。处理掉了罗斯堡和伊夫诺恩将军的清洗危机，纳西诺市恢复了平静。大家正在庆祝时，一个天外来物降临地球，很明显，这是克星分离舱，而里面的睡美男也是克星人无疑了。难道和自己跟克拉克一样，是克星毁灭前逃走的吗？作为 DU 特邀专家，温的新差事就是分析睡美男。几个小时后，商用宇宙飞船冒险号即将升空，只可惜它生在了错误的世界。这里有着超人姐弟，你能成功才是奇迹。一转即逝，冒险号已经准备起飞，没意外呀，它刚刚进入亚轨道就出现了故障。大都会一个臭屌丝似乎看到了什么，光天化日之下脱了个精光上了个天。此乃西方记者克拉克。同一时间，卡瑞也行动了，两人不谋而合，同时接住了冒险号。祖传接飞机的手法那叫一个地道，姐弟俩难得同框。路人赶忙拍了个照片，发了个朋友圈。超人的大驾光临对 DU 的所有人来说无疑是窒息的，可对火星叔来说，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什么秘密，就跟在正联当过队友一样尴尬。此行来是为了克星睡美男。一番调查得知，睡美男曾经进入过星之井，那个地方离克星不远，而且时间不会流逝，也难怪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睡美男还跟个美男一样难啊。当下另一个任务是查清冒险者号的故障原因。卡瑞带着克拉克回到了公司，没想到这家伙比自己还上道，跟谁都熟，还把格兰特看得5迷3道的。即便有路易斯的存在，他依然不介意对克拉克的痴狂。很快 DU 来了消息，冒险者号上曾经给 DC 光头莱克斯的妹妹丽娜留过一个位置，只是丽娜最终不知为何没去。大超一辈子无法拒绝2个男人，布鲁斯·韦恩、莱克斯·卢瑟，他们专程来找了一趟丽娜。如今野心家莱克斯已经被抓，莱克斯集团早就变了天。丽娜以明天要召开发布会，为公司更名为由，推走了2人。无奈姐弟俩只能四处逛逛。卡瑞很想从克拉克身上学点技巧，那就是如何在扮演好超人的情况下，还能扮演好生活中的小角色。别说这个臭屌丝还挺暖，几番励志鸡汤下来，给卡瑞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的哥直呼内行。DU 这边，火星叔跟艾利克斯诉说了当年超人的故事。此时温查出了点东西，根据冒险者号的爆炸位置来判断，是有人想要杀害丽娜。只是不巧，丽娜当天没上飞船。这时丽娜已经起身前往了发布会，幕后黑手操纵无人机包围了丽娜。克拉克和卡瑞虽然第一时间赶到，但黑手用百姓威胁，他们不得不分头行动。超人与姐姐再度联手，这些坏人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？大超前去摧毁城市中的无人机，卡瑞救下了丽娜，可他执意要完成发布会，只因为自己的哥哥莱克斯欠百姓一个说法，他要为家族赎罪，并把莱克斯集团更名为 L 集团。果不其然，黑手又出手了，超人姐弟再次化险为夷，与克拉克上演了一出我的世界。配合艾利克斯抓捕了幕后黑手，男人叫科本，是莱克斯的手下，几番下手伤害丽娜，就是为了不让富可敌国的家业落入妹妹手里。事情过去后，卡瑞向格兰特申请调职，他想成为克拉克那样的记者，而温也顺利加入了 DO， 由火星叔亲自封为了技术主管。为了能够多陪陪卡瑞，克拉克决定在纳西诺市待一阵子。他们形影不离，可谓是男女搭配超级加倍。一个简简单单的组合技扑灭了大火，随后接到了一起抢劫案。这悍匪是有多倒霉啊，能同时遇到2个克星人。当我看到他用拳头干超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这智商啊也是一种福分。在他们搞犯罪心态的时候，之前被抓捕的科本被秘密带到了卡德摩斯，这个组织曾带走了埃利克斯的父亲耶利米。他们和 DU 不同，对一切外来物种都充满仇视。由他们改造后的科本成了生化人，只为屠了超人姐弟。因为改造过程添加了克什，以至于卡瑞和克拉克双双吃瘪。这次大超终于爆发了。多年前他就是因为克什和火星叔争吵过，当时火星叔信誓旦旦表示克什绝不会落入第三方。如今他们姐弟差点挂球，火星叔这才松了口。4个月前有一批克什被偷了，他怀疑是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，这种理由大超并不接受，与火星叔的大战一触即发。突然间信号被切断，卡德摩斯将存在昭告天下，呼吁人类共同抵抗外星人。更日狗的是，格兰特要离开纳西诺市，交接的新老板又是个难搞的货。卡瑞一时难以接受，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把格兰特当成了家人。另一边，大超携火星叔来到了孤独堡垒，成年人几句 talk 就能化解矛盾。他们从克星助理那儿查出了科本接触过剧，把这线索告诉了温。
扒拉了夹键盘，立马查出了位置。而卡爪这时心态发生了变化，格兰特离开，加上克拉克也要回大都会了，他都想跟着一起离开。接了克拉克的电话，立刻就赶到了指定位置，顺利拿下了科本。只是没想到卡德摩斯派出了另一个金属人袭击城市，卡爪、克拉克赶来时，现场一片狼藉。不弄了卡德摩斯，只会有无数个金属人出现。温和艾利克斯利用放射追踪器查出了偷课时的内鬼，尾行一路，结果失手被抓，靠着特工本能逃出圣殿。咱姐确实能打呀！卡德摩斯为了报复，出动了一群金属人。只是这次克拉克、卡爪做足了准备，他们身着特制战衣，把几个金属人一通暴打。但科技终究有靠不住的时候。就在这时，艾利克斯套着外置骨骼与火星叔赶来支援。如此正义为欧，就是金属人也扛不住啊！迪欧拿回了丢失的课时，并且正式向卡德摩斯宣战。战后，卡爪以超女的身份向格兰特道别，再不舍都要装出一副没事的表情。克拉克带着课时飞回了大都会，而他们姐弟的重聚不会太远。晚上，睡美男突然惊醒，抠住了卡爪的嗓子眼。男人一路冲出了迪欧，哪怕克拉克晚走1个小时都能抓住他。现在迪欧是一滴课时都没有了。赶上总统即将来到本市，专程签订外星人和平法案，还点名让卡爪接机。来到机场，神奇女总统刚下飞机就被不知名的外星人袭击，卡爪救下她，却捕捉不到任何罪犯的身影。一套技能下来，和总统亲近了不少，人们不禁怀疑是不是睡美男动的手。艾利克斯找到了警局的一个表面兄弟，通过马基的介绍来到了一间酒吧，这里有各种外星人，顺利查出了睡美男的下落。卡若前去抓捕，两个人都不想下死手，意思打了一架就回了迪欧。这才得知睡美男来自德克萨姆星，算是克星的姐妹星，只是两族常年合不来。蒙埃尔并不想刺杀总统，他只是想找办法回家。成为记者的卡若第一篇就写了关于丽娜的报道，内容虽然有些刁钻，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互相吸引友情。很快就到了签订外星人和平法案的时间，神奇女总统再度被袭击，但彼时的蒙埃尔还在迪欧，这个爱发火的超级罪犯谁也没见过。虽然总统无碍，但马基被抓走了。在外星酒吧用了点手段，艾利克斯顺利找到了这个又大又圆的放火人。女人的动机就是外星人和平法案，她认为签订这种协议等于出卖自己的信息，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这根本不会带来和平。卡瑞不管你这么多，一套连招绳之以法。只是迪欧没有人料到，也没有人敢去想，总统竟是个外星人。夜里，火星叔偷偷来到了外星酒吧，奇迹般的遇到了自己的同类梅根·摩斯。卡瑞找到了蒙埃尔，说出了残酷的真相：克星和德克萨姆星都已经毁灭了。也许他们曾经是敌对星，但现在都是地球上的难民。当年德克萨姆星即将毁灭，族人都认为是克星人所做。某个方面来说，这么想也没错。克星爆炸产生的残骸毁掉了德克萨姆星。那时蒙埃尔是王子的侍卫，王子重伤，加上他想和子民同生死，便使诈让蒙埃尔上了唯一的飞船，逃离了这颗星球。之后他流落到了星之井，如今才意外的来到地球。卡若对这些不感兴趣，虽然已经不再是死敌，但也不代表会成为普通朋友。这一天，艾利克斯接到了马基的电话，原因是发现一具外星人尸体。两人调查一番找到凶手，不料一群神秘人突然杀到，二话不说绑走了凶手，这就很不正常。没一天，马基传来了新消息，二人参加了一场宴会，这里的老大叫罗利特，他四处掳走外星人，关在这里斗兽，供有钱人消遣。他叫来卡瑞搅了局，才吓跑了众人。第二次再去时，那里早就人去楼空。想到有钱人，卡瑞立马找到了丽娜。如果说纳西诺是谁的钱多，那绝对是卢瑟家族。不出意料，丽娜受到了罗利特的邀请，同时火星叔频繁拜访了梅根，他想要私下连结，这是火星人的一种分享记忆的手段。可惜被无情拒绝。作为唯二的族人，火星叔并不想放弃梅根，只是时间过了300年，梅根早就失去了火星人的荣耀，甚至将他出卖给了罗利特。他们成为了新一届地下拳王的争霸选手。对抗中，火星叔凭借真诚的 talk 打动了梅根，两人决定联手逃出这里。卡瑞也根据丽娜的位置找到了这里，他释放了所有外星人，鼓励他们好好做外星人。众志成城下，罗利特被警方逮捕，同时蒙埃尔也发现自己在地球上拥有非同一般的力量。卡瑞教会了他控制，蒙埃尔让他想起了自己来到地球的使命，本该是保护表弟超人，他现在想把未完成的使命弥补在蒙埃尔身上，带着他一点点熟悉地球上的生活。但火星叔绝对没想到，他一直在帮助的梅根竟是死敌白火星人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